比特币要暴涨了吗？空单该如何处理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仓位。那目前呢，我已经平仓先走人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平仓盈亏的部分。这个是我之前给大家看的那张单子哦。那平仓价格呢，比我的入场均价还要来得低一点点哦，也就是大约是在成本左右，小赚一点点出场。对，基本上就是没有赚哦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当前的盘面上。比特币来破进了趋势线，那其实趋势线有非常多种画法，有些人习惯连针尖，有些人习惯只连实体的部分哦。那如果连实体部分的话呢，你可以发现啊，目前比特币它已经来测试到趋势线了，已经碰触到了，而且呢，我们前面有过了3次的测试。那我们可以对比我们前面的突破行情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当我们出现3次测试之后呢，第4次它就突破了，而且呢，一条趋势线啊。如果说是强劲的空头走势啊，它通常不会密集的，然后触碰到下降趋势线这么多次哦，很频繁、很密集的触碰，通常是不会的。如果很频繁、很密集的触碰趋势线啊，那就代表这条趋势线它的效力呢已经有所下降了，很有可能会突破。不过呢，到底破了没？趋势线有很多种画法，那我个人呢会以最宽松的这种画法来标示。首先，我们先点开磁铁。然后我们点击射线，然后把针尖的位置呢给连起来了。这条线就是最宽松的趋势线，也就是只要这条线破了，那不管趋势线怎么画，它都一定是破的。这条它就是最宽松的。如果连这条都破了，那趋势线不管怎么画都是破的。所以我会以这个当做标准。如果这条趋势线它被破了的话呢，那我会认为啊，我们在短期内呢，它是就没有机会下破25000了。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结合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观点，也就是我们认为呢，比特币啊，它要在10月中之前要下破25000，不然我们这波空头走势呢，它就会走不成趋势了。这个原因呢，我们是怎么做推断的呢？我们在上面啊，它有着55天啊，取最远就是55天哦的派发区。那下来之后呢，我们总不能中继的时间超过55天啊。那如果说我们抓55天的话，大约是在10月12号左右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再更宽松一点，我们就直接抓到10月中，抓到10月15号。那如果我们掐指一算啊，这个位置如果还能突破趋势线，哇，那它在上面啊，它肯定还要再挣扎，然后还要再下破，那它在10月中之前就一定不可能破25000了。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吧，9月底，我们现在的时间是9月底，我们要在10月中旬之前要下破25000。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在25000附近挣扎，甚至现在就应该要下破，都不奇怪啊。那我认为这条趋势线是相当关键的，因为如果说这条趋势线它被突破的话呢，那么我认为我们就没办法下破25000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，我们在靠近趋势线的位置呢，或者说靠近趋势线附近的时候，有没有寻找更好的做空机会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个人是会入场的。当然了，如果突破的话，空单就必须得走人。像我现在就走人了。其实，在交易当中，我会认为，不亏钱呢，比赚钱要来的更重要。那如果说突破的话 ，OK， 我会不会看多，或者说我会不会看趋势的多呢？如果说突破呢，我认为啊，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产生价格这种快速波动的过程嘛。那如果我们突破趋势线的话呢，我认为以我们下方所产生的这种震荡的时间呢，我们要回到29000，最少都回到29000，或者是回到3万这种位置，然后再去做震荡的话，它是最低标准了。也就是如果我们突破趋势线的话呢，我们回到29000、3万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几率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哦。那我个人也会去博一张短线的多单。不过我们整体从日线来看呢，它能不能突破32000，能不能突破前高，我会认为它并不是这条趋势线突破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做决定的。但如果说我们跌破25000的话呢，我会认为我们真的有非常大的可能呢，有非常大的机会呢，就可以看到21000、20000、22000左右的比特币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个人现在呢，在还没有突破这个前高点之前呢，我个人还是会紧抓着做空的机会。那如果说我们再更严谨一点呢，只要这条趋势线还没有被突破呢，我个人就会一直找做空的机会去做空。我也会认为，只要这条趋势线还没有被破的话，那空头的机会依然胜算是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当然了，这波拉升
我肯定也没有去做多嘛。不过我是把我的空单先给出场了，因为呢，这个其实跟我们昨天所讲到的一个观念呢，它是契合的。就在这个互换位，这个互换位它能碰到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在这个位置呢，被套住的人已经全部解套了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，当时它测试的时候不过，我就认为可以。但如果我们突破了，我们回到原本的震荡区间的，那中间被套住的人呢，他们就解套了。解套就代表，这个位置啊，庄家他还没有要杀掉这些被套住的多头啊。那这个时候空单呢就会稍微变得更危险了。尤其我们触碰到之后呢，感觉它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回落的动作。那这个时候就确实必须得出场了，因为我们的行情呢已经变得危险了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这波拉升。我们这波拉升呢，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这波上涨，跟我们前面的这3根下跌啊，上涨好像比较强劲。第一个是它量能明显比我们这3根的下跌啊是要来的更大的。其实我们这根上涨呢，它是创下了我们这么多根 K 线以来的量能最大的一根啊。我们可以稍微测量一下，是这34根4小时线以来量能最大的，那我们就必须得尊重它，或者说现在明显就不是空头有优势。你可以看我们空头3根走的距离呢，它用1根多头量能柱就走完了，那肯定是多头比较有优势。而且我们有提到，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，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看到的是量能在变小，这个是不太健康的。如果说我们看到是量能往上增加的话呢，那我会认为这个是比较健康的。所以我现在呢，在寻找的机会就是有没有好的做空时机。如果说有好的做空时机的话，我个人就会再次的做进去，至少我们原本那单没有亏损嘛。那如果说突破趋势线的话呢，我个人就认为我们要短期内，也就是至少这几个月吧，一两个月吧，要跌破2万5的机会呢，就会很渺茫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的话呢，其实以太坊啊，它下跌的比较迅速，所以呢，它现在已经来碰触趋势线了。我们用最宽松的这种画法 ，OK， 我们一样是连着用磁铁，然后连着针尖，现在已经触碰到了。那如果说这个位置被突破的话，那以太坊呢，它的空头走势啊，就会岌岌可危。其实就以比特币来说啊，我会认为呢，我们这个前高点啊，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。这个点呢，它都还不是一个有效的前高，因为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，这段下跌我们没有创出新低，所以这个高点呢，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。我认为现在最有意义的高点是在28200，也就是我们当时消息面所创出来的高点。这个位置一旦被突破的话，我就认为空头啊，真的就没机会了。不然我还会一直在寻找做空的机会或者我们可以看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对了，如果说大家也想要交易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 Bybit 或 BigGet 的链接。现在 Bybit 只要你是新用户 ，KYC 入金$100就会送你$30的体验，不好意思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，你都不用交易，你只要入金 KYC 就会送你30义务，而且可以提币走。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不用入金也不用交易，就直接送你$20的体验金，可以用来抵扣手续费或者是你的亏损。那当然盈利是可以提币走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